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Peter Thiel 和 Blake Masters 的《从零到一：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Peter Thiel 是 PayPal 和 Palantir 的联合创始人，也是首个外部投资 Facebook 的风险投资家。他亲手缔造了被称为 PayPal 黑手党的创业者群体，这个群体后来走出了特斯拉、领英、Yelp 以及 YouTube 等众多改变时代的企业创始人。另一位作者 Blake Masters 则是他的学生。这本书正是基于 Peter Thiel 在斯坦福大学广受欢迎的创业课程笔记整理提炼而成。在常规的商业认知中，人们往往认为进步来源于把已知的事物做得更好，或者把一个地方成功的模式复制到另一个地方。但《从零到一》这本书打破了这些固有的思维定式。书中指出，如果只是照搬前人的经验，也就是从 E 走到 N， 那只是在做水平进步 horizontal progress， 而真正有价值的商业突破往往来自创造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事物，也就是实现垂直进步 vertical progress， 完成从零到一的跨越。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清如何跳出从 E 到 N 的同质化拼杀，去构建出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外界经常习惯把企业的成功归结为踩中了时代的风口，或者纯粹是运气使然。既然成败充满了随机性，那么最稳妥的做法自然是把资金分散到不同的篮子里，以此来对冲未知的风险。现代金融体系中经典的投资组合理论正是源于这种思维。既然未来根本无法预测，那么大家只能被动防御。这种把未来看作盲盒的心态被称为不明确的乐观主义 indefinite optimism。 在这样的状态下，资金的掌控者和企业管理者虽然相信经济总会变好，却并不清楚接下来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于是企业不再愿意去攻克长周期的底层研发，转而把大量精力耗费在短期的财务美化、跨界并购，或者仅仅是对现有产品做一些微小的修补。资金的流向不再是为了创造全新的事物，而仅仅是在现有的存量盘子里打转。真正能打破这种存量内卷的是明确的乐观主义 definite optimism。 只要画出长远的蓝图，并集中资源去执行，未来完全是由自己主动设计的。回顾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工业史，无论是横跨大陆的洲际公路网，还是浩大的阿波罗登月计划，靠的从来都不是分散对冲或者盲目的概率试错，他们都是将海量的人力物力与资本集中起来，朝着一个长期目标进行单点突破。初创企业的诞生本质上就是一场高度笃定的实践。一家新公司没有公募基金那样的雄厚资本去做分散配置，他手里的弹药只够压住一条赛道。这就要求团队必须丢掉买彩票碰运气的心态，停止在早期进行任何无效的多元化业务铺展。最有效的路径就是紧盯一个具体痛点，把所有的研发心血倾注于单一的解决方案。如果没有这种清晰的规划，只是跟着市场的热点四处出击，企业很快就会在精力的涣散中被耗干。笃定的规划并执行未来是实现跨越的基础。当然，这份笃定并非凭空而来，它必须扎根在一个绝大多数人还没有看透的客观真相之上。这份笃定必须基于那些客观存在于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却因为认知门槛或习惯性忽视还没有被普遍接受的秘密 secret。 掌握这些秘密的真相是构建商业壁垒的起点。如今的市场环境中总是弥漫着一种错觉，认为所有重大的基础性的难题早就被前人解决完毕。这种认知直接导致资本和顶尖人才渐渐远离了硬技术的探索，转身挤进那些能快速变现、仅仅做些模式微调的流量游戏里。当企业失去了对未知秘密的探索欲，内部的资源流向就会发生严重的错配。惠普的发展历程正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在20世纪90年代，惠普将核心资源牢牢锚定在技术突破上，接连推出了具有行业突破性的彩色打印机和多合一设备。这种对创新的专注使其市值从1991年的90亿美元一路攀升至2000年年中的1350亿美元。但在2000年之后，风向变了。
管理层停止了对底层技术的深耕，把主要精力耗费在董事会政治、派系斗争和单纯的财务并购上。工程研发一旦让位于内部消耗，企业就失去了创造增量价值的引擎。资本市场的反应是直接的，到2012年下半年，惠普的市值大幅缩水至230亿美元。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支撑企业前行的秘密通常分为2类，一类是自然的秘密，需要企业投入资金去攻克物质科学或信息技术领域的未解难题；另一类是关于人的秘密，也就是去挖掘消费者真实存在却被主流市场长期掩盖的隐性需求。想要捕捉这些机会，我们的目光就必须投向那些少人问津的边缘地带，或是不同领域的交汇处。只有当一家企业牢牢抓住了某个竞争对手尚未察觉的真相，并以此为底盘构建起业务模型，它才真正具备了获取超额回报的前提。而当这个新生的模型正式步入商业环境后，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现存市场格局的筛选。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常常将完全竞争 （perfect competition） 视为资源配置的理想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大量企业提供着毫无二致的产品。既然谁也无法单独左右定价，所有参与者就只能被动接受市场开出的底线。一旦某个环节出现利润空间，资本和产能就会闻风而动，迅速涌入，用过剩的供给拉低售价，直到把所有人的利润率压低到只能维持生存的水平。打破这种内卷消耗的路径是走向垄断 （monopoly）。在真实的商业运转中，健康的垄断并不是靠政策寻租或非法手段强行筑起的壁垒，而是企业依靠底层技术创新或网络效应，把产品做到极致，让市场上根本找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替代方案。市场结构的不同直接决定了企业的实际盈利能力。以2012年的美国市场为例，整个航空业当年运送了数亿名旅客，创造了1956亿美元的庞大营收。但由于各家航司提供的服务高度同质化，整个行业深陷价格战的泥潭。在扣除高昂的燃油、人工和设备折旧后，航司从每位乘客身上只能获取37美分的利润，全行业的净利润率仅为 0.2%。 同一年，谷歌创造了500亿美元的营收。由于在搜索引擎领域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它有效避开了同质化的厮杀，净利润率达到 21%。 这一家科技公司的利润率是整个美国航空业的100倍以上。现在竞争里的企业只能被迫把大量资金和精力用来提防对手的日常动作，从而失去了做长远规划和投资前沿技术的能力。这种焦灼状态会催生出商业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竞争双方在长期的互相盯防与模仿中变得越来越相似，最终忘记了创造价值的初衷，把巨额资本耗费在存量份额的争夺上。商业战略的重心不该是在拥挤的赛道里靠微弱的降价去排挤对手，而是通过不可替代的创新直接规避竞争，把资源精准投放至能够形成显著优势的领域，用清晰的市场优势对抗周期波动，才是企业积累资本、实现长期增长的有效路径。要看透一家企业的真实价值，首先必须认清它所处的市场地位。但在现实中，企业常常会用一套包装过的说辞来掩盖自己的真实处境。那些缺乏技术壁垒、深陷同质化泥潭的公司，习惯于刻意缩小自己所在市场的定义边界，靠多个细分标签的交集来拼凑出一种虚假的独特性。如果有人在加州的帕罗阿尔托开了一家英式餐厅，他可能会把自己定义为当地唯一的英式食品餐厅，从而得出没有竞争对手的结论。但从消费者的钱包来看，这家餐厅的真实市场是整个帕洛阿尔托的就餐选择。它不仅要和英式餐厅比，还要和周围所有的墨西哥餐厅、意大利餐厅甚至美式快餐店争夺客源。人为切割市场边界，只是在掩盖激烈竞争的真相，这会让资本误入没有定价权的低效领域，最终逃不开被市场出清的结局。真正拥有优势地位的企业做法刚好相反，
他们会拼命扩大自己所在市场的定义，来规避审查和公众的过度关注。Google 在搜索引擎市场占据了近70%的份额，地位稳固。但在对外叙事中，他总把自己描绘成一家涉足广泛的科技公司，强调在全球广告甚至消费硬件市场里面临着多方巨头的严峻挑战。把核心主导业务稀释进一个庞大的全球市场里，是这些巨头主动淡化自身垄断属性的常见动作。拨开这些话术伪装，就能看清长期的超额利润才是支撑底层技术进步的资金来源。在静态的经济模型里，利润或许会被看作对消费者的剥削，但在动态的商业环境中，企业只有摆脱了每天为生存挣扎的低效缠斗，才有可能去做长远规划。科技产业能源源不断地投入研发，创造新事物，靠的正是这种市场地位带来的资金冗余。建立难以替代的市场地位是商业战略的重心，而实现这一步需要将资金与运营对其4个特定的结构特征。企业要确立难以替代的市场优势，最核心的底座是专利技术 （proprietary technology）， 它是抵御跟风复制的实质性屏障。在具体的商业评估中，某项技术必须在核心效用上比最接近的替代方案好上10倍，才能形成真正的市场壁垒。如果只提供20%的局部优化，在面对用户转移成本时，这种微弱的优势会迅速被市场的杂音淹没。以早期的在线交易为例，买卖双方原本需要耗费7到10天来等待纸质支票的邮寄与清算。数字支付系统的接入直接实现了资金的即时结算，这种效率的跃升远超10倍的阈值，由此筑起了坚固的技术防线。Amazon 的起步逻辑同样如此，其线上平台初期就提供了超过150万种图书，是传统实体书店10万种极限库存的10倍以上，才能用压倒性的数量优势确立了自身的行业地位。第二项支撑优势的特征是网络效应 （Network Effects）。产品的商业价值会随着用户基数的扩大而自然递增，但在实操层面，启动网络效应的有效路径并不是一上来就盲目铺开全球市场，而是要在规模极小、互动高频的初始群体中扎根。Facebook 早期的运营边界就是被严格限制在哈佛大学的校园内，只有当产品在这样一个封闭的人际网络中跑通了使用的闭环，验证了真实的粘性与价值，它才具备了向其他常春藤名校乃至全社会渗透的动能。如果一开始就试图囊括所有人，反而会因为密度不足而无法产生任何有效的网络效应。第3个关键要素是规模经济 （economies of scale）。一个运转良好的商业模型，必须具备在业务量成倍增长时大幅摊薄固定成本的能力。软件和互联网企业在这方面具备天然的结构优势，因为前期的研发成本虽然高昂，但随后复制和分发一份代码的编辑成本几乎为零，毛利率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攀升。相比之下，那些重资产或人力密集型的线下业务，比如实体瑜伽馆或管理咨询公司，每增加1名客户都需要付出相应的场地和人工成本。这种线性增长的成本结构注定难以产生深度的规模效应，也很难积累出改变行业的资本余量。第4个维度是品牌优势 branding。 在消费者心智中打下强势的品牌烙印，是巩固市场份额的有效手段。 Apple 凭借对硬件材料的严苛把控，软件生态的封闭运营以及直营店的视觉交互，长久地维持着可观的品牌溢价。但品牌建设不能成为空中楼阁，它必须锚定在前3项实质性要素之上。在20世纪90年代末，优酷砸下重金进行铺天盖地的品牌营销，试图通过各种夺人眼球的宣传来维持热度，却忽视了底层搜索引擎技术和产品体验的同步迭代，最终无奈看着市场份额大量流失。在企业的资金配置与战略制定时，只有将资源精准对齐这4个维度，才能确保每一次商业动作都在为自身的市场壁垒添砖加瓦。商业世界中一直充斥着对先发优势的迷信，似乎只要第一个冲进空白赛道，
就能顺理成章地收割行业红利。但拉长资本周期来看，做第一个入局者充其量只是一块探路的基石。企业真正需要考量的是，如何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持续产生现金流。相比于抢跑，更有效的路径是成为最后一个行动者 （Last Mover Advantage）。这意味着需要在某个特定的商业环节里完成最后一次重大的技术或体验升级，让后来的模仿者再也无法提供更优的替代方案，从而长久地占据这个市场。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第一步绝不是盲目铺开，而是精准锚定并主导一个利基市场 （niche market）。这是一个规模极小、用户痛点高度集中且被传统巨头完全忽视的市场空间。在一个封闭的小生态里建立绝对的主导权，远比在庞大分散的市场中去争夺1%的份额要切实可行。1999年底，初创期的数字支付工具 PayPal 并没有试图向全世界的网民推广它的产品，相反，所有的资源被集中投向了 eBay 平台上的高频交易卖家。当时这个群体大约在2万人左右。PayPal 深度嵌入了这部分高净值用户的日常交易，解决了他们支票结算慢的切实痛点，在几个月内就以很低的营销成本拿下了这个利基市场，完成了初始的份额聚集。当初始市场的底盘稳固之后，资金与运营的重心才应该向相邻市场做梯次扩张。早期 Amazon 的崛起路径也印证了这一点。在成立的最初几年里，它没有触碰全品类电商的宏大叙事，而是把所有的仓储建设、数据库优化和履约流程集中在图书这一个标准化程度最高的零售类目上。直到跑通了图书市场的全部闭环，建立起稳固的物流底座， Amazon 才稳步将品类拓展到 CD 和影像制品，并最终覆盖到所有零售商品。这种克制的扩容节奏有效规避了战线拉长带来的资金断裂风险。在扩张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常被初创公司踩中的陷阱，那就是过分迷恋破坏性创新。盲目追求对传统产业的破坏，往往会招致既有利益集团的联合阻击。1999年成立的 Napster 曾在数字音乐领域试图直接瓦解整个传统唱片发行业。这种零和博弈的对抗态势最终让他陷入了无休止的法律诉讼，早早迎来了破产清算。相比之下，一家健康的优势企业在扩张时，往往是在做大整个行业的资金总盘，而不是单纯去抢夺他人的存量。避开那些产生无谓损耗的正面战争，企业才能赢得宝贵的时间窗口去深挖技术与网络壁垒，最终以最后一个行动者的姿态在长期竞争中守住中局位置。当企业在外部市场中确立了规避竞争的战略方向后，内部架构的稳定性就成为战略落地的先决条件。在企业生命周期的起步阶段，任何架构上的错配都会在后续的扩张中被成倍放大。这种早期阶段容错率很低的客观规律被概括为蒂尔定律 Thiel's Law， 意思是基础没有打好的初创企业是无法挽救的。在资金流转与企业组建的实际操作中，最大的潜在风险往往潜伏在联合创始人之间的匹配度上。很多技术型初创企业的解体，并不是因为产品缺乏竞争力，而是源于创始人之间在压力环境下的决裂。选择合伙人就像建立婚姻关系，如果两位创始人仅仅是因为履历互补，在创立公司前匆忙结合，缺乏长期的共事经历与深度了解，这种结合就如同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里与素不相识的人闪婚。当企业面临资金链紧张或产品迭代受阻的周期底部时，这种脆弱的连接会迅速崩塌。因此，在引入初始资本之前，确保核心团队拥有共同的愿景与深厚的前期连接，才能有效规避内部解体的风险。除了核心人员的匹配，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同样需要严密的边界划分。一家公司的运转依赖于3个维度的权力分配：所有权，也就是谁合法拥有公司的股权，通常是创始人、员工和投资者；占有权，指的是谁在日常实际运营和管理公司，通常是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以及控制权，
即谁在董事会层面掌握对重大事务的表决权。在大型成熟企业中，这3种权力通常是高度分散的。所有权属于成千上万的散户股东，占有权属于职业经理人。这种分离很容易导致短期的财务套利行为，管理层往往倾向于追求短期的业绩指标来获取个人奖金，而不是为股东创造长远价值。但在初创企业中，这3种权力必须保持高度集中和一致。为了维持控制权的运转效率，理想的董事会规模应该控制在3人左右，通常不超过5人。当董事会成员数量过多时，责任会被大面积稀释，决策流程会变得迟缓。过大的董事会不仅无法提供有效的战略监督，反而会为管理层的随意决策提供掩护，甚至沦为内部派系斗争的温床。如果希望保持敏捷的执行力，精简的董事会结构是必不可少的。在建立紧凑的治理结构后，企业还需要通过统一的内部文化来降低日常的沟通摩擦。在20世纪末期崛起的 PayPal， 其早期的核心团队并不是通过常规的简历筛选拼凑而成的，他们吸纳的是大量思维方式高度一致、对未来有相同技术信仰的人员。时间是初创企业最稀缺的资产，把时间花在无法共同构想长远未来的人身上，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团队成员不仅需要具备过硬的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解决同一种特定的商业问题有着共同的执念。这种机制确保了团队在面对外部竞争和内部危机时，能够像一个紧密的整体一样，以高度统一的步调执行战术动作。这种深度的内部连接，正是企业顺利将技术转化为市场份额的组织保障。内部架构的稳固只是解决了产品的制造问题，要将产品转化为实际的商业收入，还必须依赖有效的产品分发及销售体系。在技术主导的创新企业中，工程师们往往带有一种认知惯性，认为只要做出了好产品，用户自然会找上门。这种对销售环节的轻视，让许多手握优质技术的公司在推向市场时遭遇挫败。好产品不会自动完成分发，销售和分发能力通常与产品本身同等重要。维持分发体系运转的核心，在于平衡2项关键的财务指标，一是客户获取成本 （Customer Acquisition Cost）， 简称 CAC， 也就是为了赢得一名新客户所支出的平均营销与销售费用；二是客户终身价值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简称 CLV， 即这名客户在与企业合作的整个生命周期内能够带来的净利润总和。一个健康运行的商业模型必须确保后者显著大于前者。依据客单价的不同，企业需要匹配相应的分发路径。对于合同金额在100万美元到1亿美元之间的大型企业级服务，比如 Palantir 的数据分析系统，常规的销售团队已经无法推动流程。这类业务通常属于复杂销售 （complex sales）， 必须由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核心高管直接下场，经过漫长的技术论证，与客户的高层进行战略对接才能敲定。它的交易周期漫长，前期投入巨大，但一旦达成，一笔订单带来的客户终身价值就足以覆盖高昂的获取成本。如果客单价在1万美元到10万美元之间，比如 Box 这样的企业云存储服务，就需要组建规模化的销售团队，用标准化的流程来跟进转化。但是，当产品的客单价落在1000美元上下时，事情就变得十分棘手，企业很容易掉进销售死区 （distribution trap）。在这个价格带，产品利润根本养不起专业的销售人员，同时产品又带有一定的理解门槛，单靠投放互联网广告很难促成有效购买。许多面向中小企业的软件服务商，就是因为卡在这个无法匹配合适销售方式的错配区间里，最终耗干了资金。至于那些客单价极低、直接面向大众消费者的产品，分发只能依靠大规模的广告或病毒式营销。PayPal 在早期的用户扩张期，为了让支付网络迅速起量，采取了向新注册用户以及邀请好友的用户直接发放现金奖励的做法。
这种用资金补贴换取指数级裂变的获客方式，虽然短期内消耗了大量资本，却成功帮助支付系统在最短时间内越过了网络效应的临界点。在真实的商业环境中，企业没有必要在所有的渠道上全面开花，只要能精准跑通一条与自身产品相匹配的分发路径，就足以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企业架构与产品分发体系的搭建，最终都受制于资产回报的客观规律。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用正态分布 （normal distribution） 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在这个模型里，绝大多数事物的表现都会集中在平均水平附近。基于这种均值回归的假设，不论是机构还是个人，在面对资源分配时，都倾向于采用广泛撒网、多元化配置的策略。资金往往被横向分散到各个领域，以求抵御单一项目失败带来的风险。然而，真实的资本市场和科技产业并不呈现正态分布，而是受制于幂次法则 （The Power Law）。在幂次法则的支配下，事物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极少数的头部标的会爆发出指数级的增长，他们获取的回报将超过其他所有标的的总和。在风险投资的实际运作中，绝大多数基金最终往往以亏损告终，原因就在于他们试图用一套对冲风险的多元化组合去套用一个由幂次法则主导的市场。当资金被平均分散给几十家初创公司，指望靠数量来跑赢概率时，最终往往只能收获一堆毫无起色的平庸资产。风险投资的真实收益数据清晰地展现了这种非对称性。以创始人基金 Founders Fund 在2005年的投资组合为例，经过数年的周期演进，整个组合中表现最好的一项资产，对 Facebook 的早期投资，它最终产生的收益不但收回了整个基金的初始本金，而且超过了组合里其他所有项目回报的总和。不仅如此，在这个组合中表现第二好的资产 Palantir， 其带来的回报又超过了剔除前2名之后剩余所有项目的总和。这种收益阶层呈现出的指数级递减，才是风投领域资金运转的常态。正因如此，专业机构配置资金的一项核心原则是，只把资源投向那些具备指数级回报潜力的头部企业，而不是平均分配给那些只能带来线性增长的普通标的。理解幂次法则对于企业日常的战略执行至关重要。当企业管理者试图将有限的研发资金和人力平均分配到多个表现平庸的产品线上时，实际上就是在对抗资源集中的客观规律。这种无效的多元化会严重稀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导致它在任何一个单一领域都无法建立起牢固的技术壁垒或市场主导权。对于初创公司而言，它本身就是创始人对自身时间和精力的一场高度集中的投资。一家公司不可能同时在10个方向上试错，它只能集中火力，在一个经过严密论证的利基市场里做到无可替代。在个人的职业与时间规划上，这种规律依然奏效。传统的教育体系习惯用正态分布的逻辑来评估能力，鼓励学生在各个学科上均衡发展，最终积累出一份各项及格却没有核心亮点的多元化简历。很多人试图通过考取大量不相关的证书，或者积累各种各样的平庸经历来构建职业安全感，这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对冲错觉。真正有效的路径是精准识别并深度投身那些具备指数级潜力的产业趋势中。只有放弃广泛试错的横向平庸，将所有的资金与精力倾注于一项能够实现从0到1跨越的单一事物上，才能获取超越周期的指数级回报。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是一本重构商业认知与资源配置路径的行动指南。它揭示了商业世界运行的客观规律。平庸的扩张来自于从 E 走到 N 的横向复制，而突破性的跨越则源于从0到1的垂直进步。在存量市场中进行同质化竞争，只会将企业的利润消耗殆尽。真正有效的商业模式是跳出竞争的泥潭，去寻找那些被大众忽略的秘密。通过构建专利技术、网络效应、规模经济与品牌优势这4大护城河，
在利基市场中确立优势，努力成为长周期的最后一个行动者。同时，商业与资本的演进严格受制于密次法则，无论是初创企业的资金配置，还是个人的时间投入，都应当顺应这种不对等性，将核心资源聚焦于具有指数级潜力的单一目标上，打下坚固的治理基础，匹配精准的产品分发渠道，是将创新转化为长期商业价值的必经之路。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捷径，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您有所启发，欢迎您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更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